3天倒闭2家银行，美国希望中国增持美债，烂摊子自己收拾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美国银行接连宣告倒闭破产，这个时候美国想起中国来了，想让中国来帮忙救市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谁也救不了他。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美国为了解决国内高通胀的问题，从去年3月份开始，美联储就不断暴力加息，收割全球的财富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全球多个国家开始连续抛售美债。日本虽然是美国的忠实跟班，但在这方面却异常的老练，抛售力度最大，共2000多亿美元。中国紧跟其后，目前中国还持有8000多亿美元美债，也是近年来最低水平。未来中日两国抛售的美债将超过7000亿美元。中国大量抛售美债后，前不久耶伦在 G20 财长会上就表示，希望和中国恢复经济领域对话。显然，中国抛售美债让美国感到了不安，美国自然希望中国停止抛售，甚至增持美债，从而缓解美债危机。只不过美国还是晚了一步。最近美国总资产超过2090亿美元的硅谷银行和总资产超过1100亿美元的签名银行3天内也是连续破产倒闭。局势的发展很难预料，这场灾难很可能继续蔓延，美国政府自然要负全责。美联储暴力加息导致存款成本越来越高，硅谷、签名这些银行想要获得更多的存款，就必须提高利率，而美债因为加息的原因，收益率不断走低，造成息差减少，增加了银行的运营压力。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硅谷银行，在美联储的暴力加息之下，破产也是必然的结果。美国现在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，继续加息，美国自己的金融系统受不了；不加息，美国的高通胀也让美国人民受不了。所以这也是美国财长耶伦频繁强调想来中国的原因。说到底，就还是类似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美国需要中国再次大量购买美债，帮助美国渡过难关。实际上也的确如此。在硅谷银行破产之际，近日拜登顾问沙利文就表示，拜登期待与中方通话。当然，对此我们也不必担心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道，中国重视中美之间的沟通，但是需要美国拿出诚意，付出真实的行动，才能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。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拒绝的方式。之前美国一边击落中国民用气球，在南海、台海频繁恶意挑衅，拉拢周边国家对抗中国，现在遇到困难了，遇到躲不过去的坎了，想起中国来了。相信中国人都会记得，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中国帮了美国那么大的忙，最后美国又对我们做了什么呢？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次就够了。美国这次的烂摊子都是自己做出来的，害人先害己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这次谁也救不了美国，也许是上天的报应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